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2年正月初10，围攻北宋首都汴梁的金兵，以前来贺岁的官员品级太低为由，要求当时的皇帝宋钦宗亲自前来。宋钦宗轻车简从前往金兵大营之后，再也没有回来。随后的若干天，汴梁城内前往金兵大营的车辆是络绎不绝，金银贡品书画被一车一车拉走。随后呢，就是工匠官吏宫女，直到2月初7，当时的太上皇宋徽宗赵佶也进入了金兵大营。此后中原大地是一片焦土，而徽钦2位皇帝再也没能返回故土，北宋王朝就此灭亡。这样的惊天巨变在历史上被称为靖康之变。这段历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人们不了解的是，北宋从巅峰到谷底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这几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或忠或奸的历史人物说过什么话，又做过什么事呢？东京梦华录曾这样详细描写汴梁城的繁华绮丽，说：垂髫之童旦夕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逐于天阶，宝马争驰于玉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他的作者就生活在宋徽宗的年代，在汴梁城破以后流离南迁，晚年回忆起当年汴梁城的美好与繁华，宛如花絮一梦。在中国历史昏君名录上挂了名的宋徽宗，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皇帝？他离开汴梁以后的结果又是如何呢？事实上，这个帝国的崩塌从来不在朝夕之间，一个王朝的覆灭也很难归咎于某一个人。翻开历史的书页，宋代文彩风流、繁华似锦的背面，似乎也有从建国之初就埋下的一桩心病。尽管徽宗、钦宗在面临兵火的时候表现的那样胆小和犹疑，但他们的祖宗却实实在在是行伍出身、骁勇善战的大将。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曾跟随后周皇帝柴荣南征北战，很得重用和赏识。而柴荣驾崩尸骨未寒之时，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大戏，夺取了后周政权。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眼光来看，拯救万民于水火才是伟大开国皇帝的正确打开方式，而宋朝的开局却似乎有点显得不那么名正言顺。在经过赵匡胤一番推己及人的思考，他姓赵的在今天能这样夺了姓柴的天下，明天可能就有姓高的这样夺了他姓赵的权。因此对身边人军权的控制就成为他甚至整个王朝统治者们的一桩心病。在随后剿灭各地割据势力的战斗中，赵匡胤和他的整个管理团队目睹了自唐代以来藩镇割据带来的纷乱，千里江山毁于冰火，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种种客观存在的状况也使得这位宋代的创始人对军阀深恶痛绝，因此才会下定决心要将天下兵权归于中央。既然得了担忧大权旁落的心病，那么治病的药方也很简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句话看起来十分正确，可是宋朝的统治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权力被关进笼子，那么就需要有人来看守这个笼子。太祖赵匡胤用了赵普为相，但是为了防止赵普擅权，又让薛居正、吕余庆担任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副手。此外呢，还有翰林学士若干人为皇帝起草诏书，翰林学士同时呢还侍从皇帝作为顾问，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对国事的建策。这样一来呢，原来3个宰相干的活，现在变成10来个人，这样的分权制度导致了高昂的管理成本。于是宋朝呢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经过几任皇帝励精图治的努力以后，经济水平大幅度上涨，但是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屡见危机，老百姓的税负也是相当的沉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我们不在这里赘述。政权只是一个方面，对军权的限制在开国之初显得更加重要。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千古流传，
藩镇的风险的确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呢是军队的调度权、管理权、训练权一分为三，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军费暴增的同时，战斗力又急剧下降。后晋政权呢割让了燕云16州，那个时候正是赵匡胤的少年时代，因此他对收复燕云故土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认为燕云未复，难称一统。同时呢，作为成熟的军事家，他对宋辽双方实力的估计非常客观准确，认为宋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实力不允许他在军事上与契丹人争锋。他根据自己的军事经验，想出一个看起来灵活可行的办法，以和平赎买的方式收复燕云。在削平了南方诸国以后，赵匡胤设置了封庄库，将各国财富收归其中，并将每年的财政收入的盈余部分存进去。他计划等到存满500万民以后，向辽国赎回燕云。如果辽国不同意，那就把这些钱财用于招募战士，以武力的方式收复燕云16州。他的计划看起来很完美，对军事、外交、财政都有所安排。但是随着北宋朝廷军事战斗力的每况愈下，在与契丹人的边境摩擦中败多胜少，后来的皇帝们似乎也忘记了太祖的谋划中还有武力收回，而是一味的希望用金钱的方式换取和平。即使后来真宗皇帝御驾亲征，士气高昂之时，也没想过扩大战果，而仅仅是利用这个机会与契丹人达成了澶渊之盟，以银10万两捐20万匹收买临时的和平。到了宋仁宗的时候他是一心希望能够改变国家的运行机制，从而改善积贫积弱的面貌，于是广开言路，吸收建议，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有人主张变法，自然也就有人认为变法并不是解决之道。于是呢，新的政治矛盾就这样产生了。不同政见的辩论逐步演化为党争，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新旧党争。司马光认为法本身没有问题，出问题的是人，世风日下，所以应当好好进行道德教育。而王安石呢，显然认为他有一套行之有效又能实现共赢的更好的方法。事实上，这个教育是百年大计，这个远水解决不了宋王朝财政危机的尽可。那么王安石的办法呢，确实能够增加财政收入，但是并不能提振整个国家的经济，而是将更多的民间财富集中于朝廷。这种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对于大宋王朝体制上的沉阿救急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更重要的是，它甚至还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王安石知道变法困难，趁着自己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掌握行政大权的时候，拼命的排除异己，只任用和提拔支持新法的人，以期提高新法推行的效率。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大量的投机分子，他们并不是真心的拥戴新法，而是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来获得快速提拔。最终呢，发表不同政见就会被排挤和贬斥，曲意逢迎就能升迁。这样的风气在整个官场中形成之后，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心中只有个人利益。新商旧疾双管齐下，帝国大厦的一角开始出现裂痕。宋徽宗继位以后生活奢侈，横征暴敛，更使得国内起义暴动频发。此时的外患或许还不明显，因为承平日久的辽国契丹人在华北平原小麦和大宋帝国岁币的滋养下，也过上了表面富足、政局复杂的日子。这种情况加剧了北宋朝廷把目光聚焦于内部斗争，同时呢，对外放松警惕这么一个错误决策。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在白山黑水之间，女真人已经建立起新的政权，虽然还没有危及大宋，但是已经獠牙森森的觊觎辽国的地盘。此时北宋群臣似乎还有一些幸灾乐祸，认为女真人的兴起会成为契丹人的巨大威胁，说不定祖祖辈辈几代人心心念念的燕云16州就可以趁机拿回来了。他们一边继续繁华富足、歌舞升平的生活，一边在丝毫没有军事战略准备和外交诚信的情况下，希望依靠各种手段获得燕云16州。公元1123年京城内最具有审美高度的皇家园林落成了。
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宋徽宗十分满意。与此同时呢，女真人灭掉了他们的心腹大患辽国，并且把幽州归还给了北宋朝廷。这真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需要好好庆祝。瓦肆勾栏的乐舞彻夜不息，人民的生活灯红酒绿，大家都以为这样的盛世会跟他们的皇帝陛下一样，万岁万万岁。仅仅3年的时间女真人就兵临开封城下，对城内的皇帝提出的要求已经不是和谈，而是降表。这意味着除了割地赔款，太上皇宋徽宗和当时刚刚继位的宋钦宗已经无路可走。与此同时呢，宋朝衰朽的身体还在不断的出现新的并发症，皇帝和官员互不信任，能臣们越来越多的离开政治中心，皇帝本人又被官僚集团重重隐瞒真相，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了解女真人开出的谈判条件。最匪夷所思的是，徽钦二帝离开他们的宫苑，迈入女真人的营帐时，甚至没有一个能真正令他们信任的人能够义正言辞地告诉两尊万圣之躯，此去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就这样历史出现了惊人的一步，一个骁勇的少数民族自己还没能力建立起一个建制完整的国家，就从他强大的邻居那里掳走大量的作为皇家贡品的金银财物和皇族血脉中的妇女儿童，同时呢，还要带走书籍、机械以及技工、衣食、府吏，甚至基层官员，还有他们的皇上和太上皇。从河南开封一路被俘虏到黑龙江，长路漫漫，北地苦寒，两位皇帝和他们的妻妾子女嚎哭悲泣。徽宗的子嗣仅有康王一脉逃离魔掌，与女真人最终是划江而治，在浙江建立了南宋朝廷，成为南宋的高宗皇帝。然而偏居南方的汉族政权几乎没有北伐少数民族成功的案例。高宗被江南的暖风吹醉，并不着急迎回自己的父兄，毕竟3个皇帝临朝也是个不好处理的政治难题，那就把杭州当作汴州，先过2天太平日子吧。划江而治算不上是壮士断腕的豪迈之举，宋朝的运作机制早已病入膏肓，蒙古人灭掉了女真人，在临安兵临城下之时，已经又过去了100多年。无奈的皇帝最终仍然只能看着大臣们互相推诿，最终这具衰朽的身体只能随着他们仅有8岁的流亡皇帝一起葬身海底。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结束了长达100多年的藩镇割据，到建立起繁荣兴盛的北宋，一共9位皇帝，用了160多年。然而只有区区3年，100年基业就毁于一旦，整个北方都成为一片焦土。这具帝国的躯体究竟是被凶猛的外族一剑封喉，还是自己病体难治？是政治的腐朽，还是军事的无能？是奸佞当道，还是帝王昏庸？请跟随我一起走进慢聊两宋烟云，我会像之前一样，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尽可能详细深入的来和大家聊一聊两宋交接之际的历史。目前的计划是从宋徽宗登基到汴京之围，从宋高宗南渡到中兴四将抗金，这样一个跨度。读历史知善恶，这里是烽火照东南。如果您也喜欢这一段历史，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